大哥，哎，我给咱救援的，你车怎么了？就是给你们打电话说的那样，开着开着又不走了，挂档不走，不走。你挂一下我看看。不走，你看吧，挂什么档就不走？都不走。来，我试试。不是绿灯吗？我就给了点油门，就咣一声，挺响的，哥们儿。然后你就溜边上来了。对，然后挂哪个档哪个档都不走。就前面咣一声。对。你给多大油门啊？当时80，油门给底了。直接给到底了油门。然后就咣了一声。对，我他妈给一个车较劲呢，就咣只给了点油门，就成这了。别人跑了，我不行了，怎么走我就走不了了。我先拿电脑给你读一下，看有啥故障没有。行。哎呀，现在没有任何故障，就这种情况，8、9不离十是变速箱的钢带断了。我操！我这才6万公里啊，哥们儿。6万公里？我操，6万公里就断？我这本田呢？本田怎么了？本田开不坏的本田呢？那你该断还是断呢？我操！它再怎么 CVT 变速箱，我这本田啊，哥们儿。本田咋了嘛？本田它该坏也得坏呀。才6万呢，它磨合期也不够啊。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这跟你怎么说呢？跟你驾驶习惯也有关系。那你说吧，现在怎么弄？只能拖店里边把那个油底壳给拆开看一下，到底是不是钢带断了。那行吧，整吧。怎么拖？我车上有绳，我在前面拉着你，行不行？你抱着方向盘。那我不行啊，弄不成。那你搁这等着吧，等着我回去把我们老板给接过来，我俩给你拖过去。行。拖，往回走。现在咱们再往回拖啊，看一下公里数，606666，6万多公里啊，6万多公里，能把本田这个变速箱钢带踩断，现在还不太确定啊，回去得拆开油底看一下。这个80%的钢带断了啊，怎么弄？这车还怎么开？你说？兄弟们，现在咱们把这个 CRV 呢，正在往架子上拉啊，甭管是死踹还是拖车啊，还得是 AT 变速箱 ，CVT 它就是不行。就像这种情况，嘎一脚油门，它就不行了，它就没了。6万公里，不应该变成这样坏了。拆护板，赶紧拆！那绝对是变速箱，肯定是变速箱坏了，不报任何故障，你想吧？不报任何故障。并且车主还说他暴力驾驶了。也不算特别暴力驾驶吧，反正一脚油门上去，它就不行了。本田不咋地，跑了30-40万。30-40万，它是跑不动了，6万公里就坏了。拆吧，拆了就知道了。拆油底。它这个油底看动过没有？没动过。如果说动过，就是换过油、换过沥芯儿。现在6万公里应该没动过。没有。
拆吧，那就跟油滤芯没关系。行。好，完了。把这个变速箱一看就从来没有动过，油也没换过。我觉得这变速箱不会坏。车主也觉得不会坏，但是你该坏它就得坏。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啊！他用的这个 CVT 有点太邋遢了啊！现在开拆啊，已经确定变速箱的问题了。哎，6万公里啊，可惜了啊！可惜了。你说它咋能断了呢？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？照车主的意思，才6万公里啊，本田。看一下拆掉的油底，里边干净，磁铁，上面没什么吸附的铁膜呢，薄薄一层黑的。这钢带直接断成这了，心碎了啊！这磁铁上面都没怎么吸附呢。哎 ，CVT 伤不起啊！现在已经拆掉，马上给它拆解开，咱们看一下。拆，把后壳打开，先开后壳吧。啊，把传感器拿来。我操，那成这逼了！钢带现在直接散了，这拉手啊！直接绕那了。这就是省油的 CVT 啊！我操，这他妈是拉的全硬的！现在这个6万公里的这个 CRV 呢，已经全部拆开了啊，链条断了，钢带断了，然后所有碎片全部碎里边，把这个压力缸全部给打磨掉了，压力缸已经甩的划痕非常大。那这个压力缸，看一下这坑的印子，全是链条断了以后甩的。这个是主缸，这压力缸现在方案就是抛光，坑的印子非常大，可想而知当时的速度。到时候咱们调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，还有副压力缸也全是坑的印子，全是链条坑的啊。现在这2个压力缸呢，就上机床重新把这个面儿找一下，现在这种程度应该是能找出来的，如果说再深一点就找不出来了。这个变扭器呢也是维修，内部肯定有渣子进去了，因为当时打掉的全是小的碎屑铁片，全是这些钢带上面这些齿磨损的小碎片，打的比这还稀碎的，钢带整个完蛋了。6万公里啊，目前看不出来哪里导致它断的，只有证明是它这个钢带的质量问题。6万公里啊，一大油门一脚就给干断了，干稀碎。其他的都问题不大，这油泵然后这些摩擦片都没什么太大问题，阀体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咱们走到现场电脑读取不到任何故障，直接性能就是不走了，没有任何故障码。
现在咱们东西已经加工回来，正在安装啊。这个链条是装了一个改进版的，这个压力缸呢，咱们可以看到平面经过机床加工已经变得光滑。它加工也只能加工到一定程度，如果说磨损的太严重，就加工不出来了，就只能换。因为就算你加工出来，也会影响它的动力。那2根管只要能对上就行。现在变速箱已经装好了啊，变扭器也是重新拆开翻新的，因为这个碎渣子一旦碎到里边以后，当时它跑着，那些细小的碎渣子就进到变扭器内部，是吧？变扭器你如果说不翻新，到时候还得拆一回。来抬吧，你俩能不能抬动啊？能。抬到这个车上。动个小样呗。把阀体朝下。没灯啊。来，走。你这个手坐下边。灯呢？你中不中啊？直接往上走。哎呀，搁点了。走啊，走。上，往里头举。那个头灯是不是在办公室呢？往里推，你往里推，推下边，推下边。今天晚上呢，咱们就挑灯夜战，把这个变速箱给它装好，争取明天一早试车就完毕。现在咱们这个已经弄完，正在路试，刚修好。修的时候是60666公里，现在刚修好。拖的时候是60666公里，现在目前试了有个3-5公里，因为拖的时候打着车的，它的这个公里数也在跟着走。在3环上路试，然后再下道路试。这车咱们开的话得控制好右脚，不要猛来。嘿，碰见同款的了，这大哥嘎嘎干，一会儿啪一下也不行了。兄弟们，这个 CR-V 呢已经试完试好，车已经开走了。车主问咱们它为什么坏，咱们拆解开以后看不出来任何异常导致钢带崩断的，只能说是瞬间一脚油门给它干断了。但是它为什么6万公里这么脆弱呢？到现在为止咱也没有找出来任何纰漏，变速箱也不报任何故障，油呢也是原车的油，所以不存在说是油标号不对导致变速箱产生问题。这个变速箱咱们维护保养呢必须用原厂的油，滤芯儿你换的话也必须用原厂的滤芯儿。如果说不用原厂的油，不用原厂滤芯儿，那你还不如不换的。这个建议在多少公里换啊？4万公里。所以说咱们这款车型这款车啊，一定要注意油品和油，还有注意你的右脚。这一下修了多少钱呢？5000多块钱，6000块钱啊！这对于 CVT 变速箱来说已经是便宜的维修办法了。为什么呢？它这个压力缸呢没有磨特别严重，但是也不算轻。如果说再磨得严重一些，加工不出来，再换2个压力缸的话，损失更大。所以说 CVT 变速箱啊，咱们伤不起，请保持你的右脚，尽量能缓就缓，别生气。